随着 Apple TV 在内地的用户越来越多，一些国内的开发者也制作了不少适合我们国人使用的应用。除了个人开发者以外呢，也有如极空间这样的企业。今天网易也来了，如此重量级别的大厂也踏足 tvOS 这个生态圈，而且一进来就来到播放器这个激烈的赛道。今天和我一起来看看它是什么样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鹏。这个 app 的名字叫 Filmly， 启动以后，大大的 QR code 要你来扫码。是的，到这里其实有很多人就开始劝退了啊。一个播放器为什么要用手机扫码才能用呢？我想是这样的，它是一个跨平台的播放器，也有安卓端支持手机和 TV。这里的苹果客户端应该是这样的考虑。当然，如果你接受不了，到这里你其实就可以和它拜拜了。我用手机客户端扫码登录。会自动同步手机上的内容，界面呢也很简单，电影、电视剧和一些常用的类别分类。Apple TV 上是不能自己添加和编辑共享目录的。目前它支持的协议有 WebDAV、SMB 这两种，当然还有阿里云和百度云这两种网盘，它们都只能在手机上操作以后同步到 TV。海报的刮销速度呢还是很不错的，不过也有遗漏。比如这个就没有识别到，由于 TV 无法编辑，我们还是要回到手机上编辑数据以后同步到 TV 端上。另外这里可以注意到，目前也和豆瓣在合作，可以看到具体的评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就要看看 Filmly 到底现在播放能力是到一个什么程度了。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部分。首先来看一看圆盘的识别播放，它目前是可以识别到 BDMV 格式的，正确识别、刮销和播放都是没有问题。但以 ISO 封装的圆盘是并不能识别的，这个需要大家了解。而第二个呢，也是非常多的人关心的双杜比的问题。经过我使用下来呢，发现杜比世界的文件它是不支持的。目前 Profile 8.1 的文件是可以播放，但也只能影射为普通的 SDR。Profile 5的杜比世界格式是完全不能播的，黑屏。有一部分能播的呢，也是严重的偏色，而音频方面的杜比全景声，当然也同样是不支持。如果你现在想用网易的 Filmly 看一些双杜比的文件，显然是不现实的。另外就是字幕的支持，本地字幕可以识别到，但不支持在线字幕，它有可能是考虑到目前在线字幕接口的问题，暂时是没有的。不过呢，后面会不会有，当然也不好说。播放时支持了有倍速功能。这个虽然我个人是从来没有用过啊，但好像很多人很喜欢。目前为止，网易 Filmly 的 tvOS 版也是刚刚推出的时间不长，和其他的播放器来看呢，没有拉开什么距离。一句话，大家其实都差不多。当然，我个人认为它的象征意义实际上大于它目前的实际功能。国内大厂进入到 Apple TV 这个生态环境中，是否会有抛砖引玉的一个效果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今天的内容啊，我们就到这里了。我是小鹏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